暗夜洒下浓雾，低喃着不可知的歌谣。盲眼的旅人于无名的雾中行走，那终极的种，已于此时悄然诞生。旅人的足迹遍布心间，他造访过最为葱郁的森林，轻踩过最为洁白的沙滩，亲吻过最为美丽的花朵，可这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旅人说，我只是想寻找一处新家，这里没有你的容身之所。水中的倒影叽叽喳喳，你得自己成为家园本身。那么，旅人点点头，我会成为家园本身。于是，盲眼的旅人踏上了新的旅途，但他却忘记了。这次的冥想维持了2247年。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，似乎有种怀念的感觉。事到如今，我居然还会怀念什么吗？毫无意义。该去看看独行者的状态了。没有记录到深渊的波动，推测深渊尚未发现独行者的存在。能量流动正常，海的供给一如既往，源源不断。独行者的航行数据没有发生变化，和我进入冥想前一致。一切正常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毫无进展。独行者已经在太阳系边缘持续航行了数万年，却始终无法冲出太阳系。那些太阳系边缘的虚数内能潮汐带，形成了星系跨越的天然阻隔。独行者尝试过的所有方法都失败了，即使有海的力量加持，也终究无法克服星的阻碍吗？福楼沙的旅途看来注定到此为止。福楼沙，福楼沙，多么陌生的发音，我几乎都要忘却的故土的名字，象征着希望，象征着美好，象征着那120亿人最真挚的祝愿，而在如今毫无价值。这个时间，代理人应该在环境控制舱，虽然和他交流也没有意义。说到底还是都怪马拉，一声不响的就实施了逃亡计划，甚至都没向我告个别，带走了那么多清洁工，去过他心间海盗的逍遥日子了，我才不羡慕呢。哼，他倒是快活了，给我留下了这么多工作，知道我有多辛苦吗？要是将来有机会遇上他，一定要好好跟他抱怨个够。代理人于此聆听你的意志，说。不出所料，没有意义。说，你的身体……但我还是回答了这个丝毫没有意义的问题。我在冥想之中不断汲取着海的能量，这让我自身的存在方式也在向海倾斜。即便如此，这具躯体终究也会到达极限。
无法承载更多能量的涌动。到那时，我会在海中构建新的容器，将我的意识沉入其中，统御所有的能量。那将是福楼沙在海中的新家园，而我自身会成为开启大门的钥匙。这不是谎言，只是建造这个新家园所需要的能量，远远超过现在的我所拥有的全部。我必须不择手段地攫取我能接触到的一切，来填补这个泡沫般脆弱的空中楼阁。我将成为海中的一株巨大的寄生植物，直到我的规模足以比肩深渊之茧，与树的末梢构建连接。我要在深渊察觉之前触碰到树，最终取代深渊之茧，成为新的规则。说实话，我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。这是我在出发前构想的计划中最令人绝望的一个，却是如今留给我的唯一一个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文明终于能复兴了。这就是我最讨厌它的地方，只需要一点点虚无缥缈的安慰，就能立刻重燃希望。就算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，也能充满热情地去全力相信。我讨厌这样的他，正如讨厌过去的自己。他总是让我想起那些已经被我彻底舍弃的东西。是我的文明，不是我们，代理人。是，代理人谨遵你的意志，梭。到底为什么？我所创造的无数代理人中，只有他是这样的外形。是无心之举，还是源自我的软弱？我尚未完全消失的人性，那明明是我已经舍弃的姿态，那明明是我最讨厌的模样，我又为何任凭它滋长人格，却没有将它废弃？或许待我汲取足够多的能量，成为全知全能的神之后，便能解答这个问题了吧。可是，梭，即使能在海中创造新的家园，福楼沙的居民，人类要从何而来？他总是能提出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，这让我对他的讨厌又增加了几分。渡星者上保留着福楼沙120亿人的意识数据，只需要准备合适的身体，上传意识覆盖即可。是指第3还是第4行星？比起冒着被深渊察觉的风险接近太阳系中心，还有更稳妥的方案。看向舷窗外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什么也看不到呀，这里离太阳太远了。没错，这里离太阳太远了，深渊之茧的枝末很难触及，即使仍处于本征世界，也能够让我植入新的规则。这些附集于太阳系边缘的虚数内能潮汐带，是阻挡渡星者前行的祸首，但同时也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能源。只要挑选合适的星球，植入我的规则，利用潮汐带的能量加以改造，就足以成为适合人类诞生的星球。诞生？梭，难道你的意思是？很简单，既然需要的只是躯壳，那就由我来亲手培育新的人类。